双鱼不是即将逆天，而是有批双鱼已经在逆天改命了，就这2年。道德经里面有句话特别符合高维度的双鱼，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一口锅啊，因为有才构成了锅的形状，但我们要用的是锅无的部分，空的部分拿来炒菜。房子啊，车子啊也是如此，都是因为它无的部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。双鱼呢，看似是12星座里偏弱的那一个，其他星座你看，白羊有它的勇猛，金牛有它的坚持，双子有它的变通，巨蟹有它的共情，就双鱼没有明显的个人特征，所以呢，他们往往在一个社会团体里初期是很不显眼的。混得好一点的话呢，就是能够融入其中；混得不好一点呢，就容易被他人小瞧欺负。但是当他们迎来了一个人情淡漠、视觉疲劳的时代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人跟人的感情啊越来越淡薄，大家的一些想法、创意、套路都已经玩得差不多了，人和人之间呢也渐渐失去信任，因为不上套了嘛。这个时候双鱼的这个无啊就会发挥出巨大的潜能和价值，因为只有双鱼是最空的，所以呢就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无形之物可以发挥出来。什么是无形之物？比如说知识、智慧、爱、良善，双鱼就开始发光了。尤其是中间10度的双鱼，一个星座呢共有30度，怎么知道自己是前10度还是中间10度还是后10度呢？你就看你的出生日期。比如说双鱼座是每年公历的2月19日到3月20日出生的人，就是太阳双鱼座。那么前10天的双鱼呢，就是前10度双鱼；中间10天3月1日到10日出生的，就是中间10度的双鱼；后10天出生的双鱼就是后10度双鱼。我为什么说双鱼这2年就应该要出圈了呢？因为掌管一个时代的行星呢是要看冥王星的，它到一个星座呢就能够待上10几、20、30年的时间，所以它会影响整个时代。那每次冥王星换座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下一个时代到来了。前2年呢，冥王星就在摩羯座的末尾，然后23年、24年的时候，它跨到了下个星座水瓶座，所以呢，22、23、24都是双鱼改变的年份。对双鱼来说，就是承接这辈子使命的时候到了。很多的双鱼这1、2年都会感觉很累，无论你是赚到很多米的双鱼，被推到台前的双鱼，还是没有赚到米的双鱼啊，你们都很累，因为你们一定承担的更多了。欲承其冠，必承其重嘛。而且双鱼，你发现没有，他们往往不是自己要去承载那么多的，都是命运使然、环境的影响。如果只考虑自己，双鱼完全可以躺平，因为他们本身物欲就很低。但考虑到其他人，双鱼就会为了周遭人而努力，比如说不愿意拖后腿啊，或者是想要照顾身边人啊等等的。很多的双鱼近1、2年啊，就会感觉有一股暗中的一个力量，去促使自己去做颠覆，去承担更多的、更大的家庭也好、社会也好的责任。比如说这2年冒出来的名人里面，董宇辉老师，还有在某平台开辟慢直播带货一姐的伊能静老师，都是双鱼座。没有人能干得过双鱼座，这句话是对的。而且他们2个都是刚刚我说的中间10度的双鱼。如果你是最中间的3天出生的双鱼，就更牛，也就是公历的3月4日、5日、6日出生的双鱼座，他们最能够体现语迟则贵，行缓则安。他们不靠拥有什么而出圈，而靠跟别人比他们没有做什么而赢得众人的掌声和倾慕。像董宇辉老师，他没有绚烂的销售话术，也没有说1、2、3上链接，他就是在跟你唠家常，买不买无所谓，但是你能从他的家常里看到你自己的生活的影子。伊能静在跟你唠的是情感、女性、原生家庭、婚后家庭，他们强调的都是以无为有，以无形得有形。以无为有呢，就是双鱼的厉害之处。西方的文化它强调的就是有，我们要有权利，我们要表达，我们要争取，我们要挑战。而东方的文化呢，强调的就是无形的精神之物去支撑人们前行了几千年，结果呢，拥有世界上最巨大的物质和文明的财富。双鱼就是东方文化很好的体现，它不在乱世的时候显不出来，在乱世就容易显出来。以退为进，以众为我，以空为乐。你在双鱼的语言文字中，在双鱼的世界里，永远能够看到众生相，能看到你自己。你觉得董宇辉老师的话说的不就是我吗？就是因为双鱼足够的空，能容得下你我他任意一个个体。既然它能够容得下所有人，自然也能够容得下所有人的财富。双鱼的发财逻辑就是这样来的。过去2年呢，它只是一个开端，以一个时代来讲，它才刚刚开始。未来陆陆续续会不断的有双鱼座在这个社会承担更重的角色，因为冥王星在水瓶还要近20年的时间呢。也就是说，唯利是图、人情冷漠、轻视生命的情况也刚刚开始。所以这个社会会越来越需要双鱼，尤其是这种高维度的双鱼。双鱼一定程度能够救这个时代，所以所有的双鱼也应该更迅速的接纳自己的使命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那就不必逃避。你们所经历的苦难都是为了把你们推到更高的地方，把自己个人的高度融入时代的发展中，这个时代会成就你。祝好运，一起用星座和心理学的智慧更好的指导自身生活。拜拜。